我叫黑竹，23岁，普通上班族。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，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脑海里，怎么也拔不掉。那天是个闷热的7月周末，天气预报说午后会有雷阵雨。我女友小文、死党阿豪和他女友小敏4个人约好去新竹五指山登山。大家都说那里风景好，路线简单，适合新手。其实我们没什么登山经验，只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，换个地方喘口气。我们早上8点在山脚下集合，背包里塞满零食、矿泉水，还有一台 GoPro。 没人多说废话，简单确认装备后就直接出发。山路一开始还算平缓，泥土带着潮湿的青草味，耳边传来阵阵蝉鸣。小敏走在最后，偶尔喘口气，阿豪则一直拿 GoPro 疯狂拍摄，还不忘调侃：这么简单的路，你不会又要喊累吧？小文笑着回头：等下你可别走丢了，这里树都长一个样。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，脚步踩在湿滑的落叶上，偶尔有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没多久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天空被一层灰蒙蒙的云盖住，看不出太阳在哪。空气里开始有股压迫感，四周的蝉声也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怪？小敏低声说：别自己吓自己了。阿豪笑着回应，但语气明显有点心虚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山路越来越窄，两旁的树枝像手臂一样伸过来，偶尔还会刮到脸。突然，前方的树林间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背对着我们，站在一棵老树下。他身上的衣服在灰暗的光线下格外刺眼。我们全都停下脚步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我下意识拉住小文的手，心跳加快。等一下，那是谁？阿豪压低声音，没人回答。那小女孩一动不动，头发长长的垂到腰间，她的脚边有一滩积水，她的裙摆几乎沾到泥地。小妹妹，我试着喊了一声，声音穿过树林，一点一点地散开。她慢慢转过身来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的背脊像被冰水浇过，鸡皮疙瘩一层层冒出来。我们走吧，这里不对劲。小文的声音发颤，但我们像被什么东西圈住一样，脚步动弹不得。小女孩突然抬起手，指向我们身后的山路，她的手指看起来脏脏的，像是刚玩过泥土的样子。你们要跟我一起玩吗？她开口的声音淡得不像活人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猛地回神，拉着小文就往回跑。阿豪和小敏也跟着冲了起来，脚下的泥土越来越滑，树枝像是故意要绊倒我们一样。身后传来小女孩的笑声，尖锐刺耳。我们跑了很久，却发现怎么跑都跑不出这片树林。四周的景色开始重复，树干上的苔藓，地上的石头，甚至连一根断掉的树枝都一模一样。手机完全没了讯号，导航也失灵。小敏开始哭，阿豪则死命摇晃手机，却什么都没用。我们是不是被困住了？小文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大家靠在一起，别乱跑，等天气好点再想办法。这时，远处又传来一首诡异的童谣，旋律断断续续，像是有人在用破旧的收音机播放，歌声忽远忽近，让人分不清方向。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歌声的反方向走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走，四周的树木都像复制贴上一样，完全没有出口的迹象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天色也越来越暗，雨也开始下了起来。就在我们快要绝望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间破旧的山屋，屋子门半掩着，里头黑漆漆的。我们顾不得害怕，冲进去避雨。屋里的空气又湿又冷，墙上贴着一张张泛黄像似符咒的纸张，地上散落着一些旧报纸和破布。小文用手机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墙角有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群穿着登山装的人，最前面站着一个小女孩，
脸上挂着和刚才那女孩一模一样的诡异笑容。这不会是刚才那个小女孩吧？小米声音颤抖，我正想安慰她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那声音轻轻的，像是赤脚踩在湿泥上的声音。脚步声没有重量，却清楚的让人发毛。有人来了，阿豪低声说。我们4个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盯着门口。门慢慢地被推开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门缝里。那小女孩站在门口，脸上依旧是那诡异的笑容。你们要跟我一起玩吗？她的声音空灵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吓得浑身发抖，我才刚张嘴，喉咙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掐住，声音全卡在胸口，发不出声音。小文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。小女孩慢慢走进屋内，脚步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她走到我们面前，小女孩举起手，指着墙上的照片。你们看，他们都跟我玩过了，现在换你们了。我们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照片上的人脸突然变得模糊，然后一个个浮现出惊恐的表情。照片里的小女孩嘴角裂得更大。不要看！阿豪大喊一声，拉着我们往外冲。雨还在下，山路泥泞，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跑。身后突然响起小女孩的笑声，像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。空气瞬间变得冰冷。我们跑在密林里，却发现外头的景色完全变了样。树林变得更加浓密，天空像被墨汁染过一样黑。我们拼命跑着，脚下的水声啪嗒啪嗒响个不停，混着自己的喘息声和越来越重的心跳声，全都挤在耳朵里，乱成一团。小敏跌倒在地，手掌划破，鲜血滴在泥土上，却很快被雨水冲淡。快起来！我拉她一把，手心都是冷汗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却发现自己又回到那间山屋前。这次门口多了一排小小的脚印，直直通往屋内。小文开始颤抖，我们是不是永远出不去了？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只能死命往前跑。每次经过山屋，屋内的灯光就会亮起，窗户后面浮现一张张模糊的脸孔，全都在对我们微笑。那个小女孩的身影在树林间闪现，时而近时而远，像是在玩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捉迷藏。我们的体力几乎耗尽，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哭喊，那声音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，带着无尽的哀怨和愤怒。树林开始剧烈摇晃，树枝像手指一样抓住我们的衣服和头发。走，快走！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拉着大家往前冲，只剩下小女孩的笑声在耳边回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突然摔倒在一片空地上。我们4个人狼狈地走出山林，回头看时，那条旧步道已经被浓雾吞没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们真的逃出来了吗？小敏的声音虚弱，几乎要哭出来。阿豪沉默地看着手上的 GoPro， 机器竟然完好无缺，挂在他胸前的背带上。他愣了几秒，小心翼翼地按下播放键。荧幕一开始只是模糊的画面，随后出现我们4个人的身影，但下一秒，镜头里的队伍后方又多出了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。她一直走在我们后面，表情模糊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直直盯着镜头。画面卡住了，然后整个荧幕变成一片血红。阿豪慌张地关掉 GoPro， 脸色苍白如纸。我们以后不要再来这种地方了，好不好？他低声说。我们谁也没回答，只是默默点头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搭上回市区的公车。车上，小王靠着我睡了，表情仍是眉头深锁。小敏紧握手机，像是怕一松手就会失去联系。阿豪一直盯着窗外，眼神空洞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，讯号已经恢复，时间是下午4点整，但画面闪了一下，变成自拍模式。我看到画面中我们4个人坐在位子上，可在我后面玻璃窗倒影里，站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小女孩，嘴角上扬，她的手慢慢地伸向我，
那一刻，我突然惊醒，紧张地看了四周，才发现我刚刚是在做梦。后来我们4个人相约去庙里拜拜，日子也慢慢恢复平静。但就在我快要淡忘这件事情时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：五指山有登山客失踪，最后只找到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里站着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，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。那一刻起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我们真的遇到了那个都市传说里的红衣小女孩。